中国从秦始皇建立秦朝那年算起，到今天2026年，经过了2000多年。这2000多年里，换了几十个朝代，坐过龙椅的皇帝几百个，每一个皇帝都和秦始皇做着同一个梦，让自己这一家的天下千秋万代永远不倒。可结果呢，一个都没做到。最长的几百年，短的几十年就完了。王朝一个接着一个倒，但是后面的皇帝从来没有人死心。直到1949年，中国又迎来了一个开国皇帝毛泽东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王朝。毛觉得自己不一样，他把前面那些失败的皇帝研究了个遍，认为以前的皇帝统治水平太差，我能避免他们所有的致命过错。按我这套来，我就是真正的千古一帝，共产党的江山，千秋万代绝对没问题。毛对自己的这套统治策略深信不疑，可他身边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没信过，这个人跟了他一辈子，被他打倒过3次。毛一死，这个人重新站了出来，看着毛留下的烂摊子，心里很清楚，毛这套再走下去，共产党的江山不久后就会倒，按照我的这套来，才能长久的活下来。这个人叫邓小平。但是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不服，你说邓看透了中共的命数，毛死了以后，党的一把手换了好几个，华国锋、胡耀邦、赵紫阳，凭什么轮到邓小平？那几个当过一把手的，看得不比他清楚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华国锋是毛亲自指定的接班人，胡耀邦、赵紫阳都是邓亲手提上来的。可这3个人有一个共同点，下台都是邓一个人说了算。华国锋毛亲自点的接班人，3顶帽子，党主席、总理、军委主席全在他手里。简单粗暴理解，他就是现在的习近平。邓一回来2年不到，3顶帽子全没了。胡耀邦，邓亲手提的总书记，1987年邓一句话，胡下台。赵紫阳接胡的班。1989年天安门那件事，赵不但不服邓的管教，还和邓对着干，结果被关在家里16年，死都没放出来。赵紫阳晚年偷偷录了30盘磁带，整理成一本书，叫《国家的囚徒》。他在书里亲口说，在重大问题上，最后拍板的是邓小平，我们不过是执行。一个当过总理、做过总书记的人，自己承认大事都是邓说了算，我只是个跑腿的。邓凭什么？3样东西。第一，资历老。1924年他在法国入党，那一年共产党成立才3年，全国党员还不到1000人。从长征到抗日，从抗日到解放战争，这个党从1000人打到坐江山，邓全程都在。到毛死那年，他在党里待了52年。第二，军队认他。毛死的时候，管军队的开国元帅叶剑英讲过一句话，没有小平同志出来工作，党和国家还有希望吗？一个管军队的老帅说这话分量有多重，你自己想。第三，他有真本事。邓这一辈子被毛打倒过3次，但也被毛请回来过3次。为什么请回来？因为每次国家出大事，毛自己搞不定的时候，就得找邓。最有名的一次是1973年，当时文革搞了7年，整个国家经济快崩了，周恩来又查出癌症，毛身边没人能干活，毛只好把邓从江西劳改地请回北京，让他主持国务院的工作。毛自己评价过邓，人才难得，政治思想强，脑子又清楚，路子又正。还有一次，毛跟外国人聊天，讲邓是钢铁公司，这个人硬压不垮，是块硬骨头。连把邓打倒过3次的毛自己都承认邓是人才难得，这份认证党内别人想要都要不到。所以等毛一死，党内老人心里都有数，论资历，论军队，论本事，除了邓没有第2个人扛得起。党内流传一句话，说邓是垂帘听政，这4个字原本是说清朝慈禧太后的。光绪名义上是皇帝，但真正大权长期掌握在慈禧手里，自己不坐龙椅，但龙椅上的事全是他说了算。从1978年到1997年邓去世，将近20年，中共这条船一直是邓在掌舵。但邓对这个党的了解远不止这掌舵的20年。打江山的时候，他在抗日他当过八路军129师政委，跟刘伯承搭档打了8年。党内有个说法叫刘邓大军，说的就是他们2个。解放战争打到最关键的淮海战役，毛亲自点名让邓当总前委书记，统管60万大军。犯错的时候他也在。1956年到1966年，邓当了10年党的总书记，管党的日常工作。这10年里搞过反右，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也是这10年里的事。毛定下来的这些事，邓是带头执行的人之一。后来大饥荒饿死人实在太多，
邓跟刘少奇一起搞过调整，想把烂摊子收一收。他那句有名的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，就是1962年那段时间讲的。当时的意思是别管什么主义不主义，先让老百姓有饭吃再说。但这句话后来成了他被毛打倒的罪证之一。1966年文革一开始，邓被打成党内第2号走资派，关了起来。他的长子邓朴方1968年在北京大学被红卫兵逼到从楼上跳下来，摔断了脊椎，终身瘫痪。这个党一路怎么走偏，怎么把国家往坑里带，邓不光看见了，自己既干过也挨过打。救这个党的时候还是他，毛一死，这个党快撑不住的时候，站出来想办法救的又是邓。1978年11届三中全会，他推动改革开放。1982年的宪法，他推动写进去，领导职务不能终身制。1992年，他88岁了，还南下深圳，把中国又往开放那条路上推了一把。这个党后来能缓过这口气，主意是他拿出来的，更是他拍板决定的。打江山的时候他在，犯错的时候他在，救党的时候还是他。这个党的底子有多硬，毛病在哪，哪里是死穴，哪条路能活，党内没有第2个人比他摸得更透。所以这集讲邓不讲别人，因为这个党的命数没有人能比他更有资格谈。讲到这里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邓小平为什么会觉得毛泽东这套再走下去是死路一条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清楚另一件事，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他这套办法反而能让共产党活得更久？你要知道，毛这个人不是没读过历史，恰恰相反，他是近代中国领导人里读史最多的一个。他晚年的护士孟景云回忆，毛一辈子把《资治通鉴》翻来覆去读过17遍。《资治通鉴》是什么书？是北宋司马光编的一部大书，专门写给皇帝看的。记得是从周朝到五代1300多年里，那些朝代怎么起来，怎么烂下去，怎么垮掉的全过程。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就一个，让后来的皇帝看看前面的人是怎么把江山丢的，自己别再犯同样的错。宋神宗读完这本书，专门赐了个名字叫《资治通鉴》。资治就是帮助治国，通鉴就是从头到尾的镜子。说白了，这是一本皇帝避免亡国指南。毛躺在床上读，坐着读，病了也读，读到书页都翻烂了。300多万字的书读了17遍。他读这本书干嘛？他在找一件事，中国这些朝代一个接一个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一种是被老百姓推翻的，一种是被自己人篡权的，还有一种更隐蔽的，虽然朝代没亡，但江山变了颜色，就像一家老字号面馆，爷爷辛苦打拼，用心做面，招牌打响了，传到孙子手上，孙子只会躺着享福，偷工减料，伙计也跟着摆烂，牌子还挂着，店还是那个店，但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味儿了。王朝也一样，姓没换，皇帝还在，可那股精气神没了，里头全烂了，外面看着还在，其实早空了。毛总结完这些，心里就有一个结论，过去几千年没有一个朝代能逃得过这3条路。这件事在1945年毛还亲口跟人讲过。那一年，一个叫黄炎培的民主人士从重庆飞到延安去看毛。黄炎培当时60多岁了，在中国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先生。他看完延安以后，跟毛讲了一段话，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看到的，真所谓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，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白话就是，我活了60多年，看过太多人，太多团体，太多朝代，起来的时候轰轰烈烈，垮下去的时候也是一眨眼的事。中国从古到今几乎没有哪一家能逃过这个规律。黄炎培说的这个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，后来有个名字叫历史周期率，说白了就是所有政权都有寿命，起得快，死得也快，谁也逃不掉。黄炎培问毛，共产党要是将来做了江山怎么办？也逃不掉吗？毛的回答写进了历史书，叫做《窑洞队》。他说，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，这条新路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，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大白话就是，这条老路我们不走，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，叫民主，让老百姓管着政府，当官的就不敢乱来，这样共产党就死不了。这段话在1945年讲的时候非常漂亮，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这段话才相信了共产党。但是1949年共产党坐上江山以后，毛慢慢不讲民主这2个字了，
他开始讲另一套东西。你说这奇不奇怪？自己在窑洞里亲口讲的，让老百姓监督政府，共产党才能万年不倒。现在江山到手了，这条路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？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，明知道走死路一条的路还去走，不是自己找死吗？毛不傻，恰恰相反，他比谁都精。他不走这条路，不是忘了，也不是反悔，是他坐上龙椅以后，亲眼看见了一件事，让他突然明白，民主这条路中共走不了。他看见了什么？他发现民主这条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让老百姓监督政府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真要干起来，第一个倒下的就是共产党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搞民主，就意味着老百姓可以公开骂你，报纸可以揭你短，选票可以把你选下台。而中共是怎么上台的？是靠打仗，靠革命，靠一套我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反动派的逻辑一路打上来的。这套逻辑不允许被质疑，也经不起质疑，一旦放开让人监督，比如土改杀了多少人，延安整风整了谁，党内斗争怎么回事，全都要被翻出来摆在桌面上。更要命的是，一旦允许老百姓用选票说话，共产党凭什么保证自己永远赢？打江山的时候可以说我为人民，做了江山之后，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，政策对不对，全要拿出来被评判，评判不合格就得下台。毛泽东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民主这条路中共走不了，还试探过一次就一次。1956年，毛提了一个口号，叫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让知识分子放开了给党提意见。1957年2月，他自己还讲过一句话，让人讲话，天不会塌下来，不让人讲话，自己就要垮台。大白话就是让大家说话没事，不让大家说话才会死。结果呢，知识分子真的开口了。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楚安平讲了一句话，惊动全国，共产党是党天下。说白了就是这个国家现在是共产党一家说了算，这不对。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，有人直接问，是谁给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权利？更多的人说，党跟老百姓的关系不好，党员特权太多，党管得太宽。这些话一句比一句重。毛看完以后做了一个决定，翻脸。1957年6月，反右运动开始，全国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，轻的丢工作，重的坐牢、流放、家破人亡。7月毛又讲，有人说这是阴谋，我们说这是阳谋。大白话就是有人骂我们是耍阴谋，我们说这不是阴谋，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算计，就是故意让你们先说话，说出来我再收拾你们。这就是转折点。从这一刻起，毛彻底想明白，民主这把刀不能交到老百姓手里砍自己，交出去那一刻，共产党的命就不在自己手上了。所以从1957年以后，毛再也不讲民主这两个字，他开始讲另一套东西，一套他认为能让共产党真正万年不倒的东西，也就是民主的另一种方式。这里要先搞懂一件事，民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民主的核心不是投票这个动作，而是监督政府，防止它变质这个目的。投票、选举、骂政府、换领导人，这些都只是手段，真正要达到的效果是政府不敢摆烂，不敢腐化，必须老老实实为老百姓办事。因为一旦办不好，老百姓手里的选票就能把它换掉。毛年轻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让老百姓拿着选票盯着政府，政府就不敢变坏。可是他坐上龙椅以后发现，这条路共产党走不了，老百姓真拿到选票，第一个被换下去的就是共产党自己。那怎么办？他想了个替代方案，既然不能让老百姓来监督，那就让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。在毛的算盘里，这跟民主要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，都是防止政府变质，都是保证党为人民服务。只不过民主靠的是外部的选票，而他这套靠的是内部的斗争。他觉得殊途同归嘛，我这也是民主的另一种方式。这是他常常讲给别人听的版本，但让他真正睡不着觉的是另一件事。那件事发生在苏联。1956年2月，苏联开了一场共产党代表大会，叫苏共20大。会上，新上来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一个长达4个多小时的秘密报告，把已经死了3年的斯大林从头到脚批判了一遍。斯大林是谁？是苏联共产党打江山、坐江山几十年的老大，是毛的老大哥。斯大林死的时候，毛在北京给他开追悼会，全国降半旗，表示举国哀悼。结果3年以后，接班人赫鲁晓夫亲口说，斯大林搞个人崇拜，搞大清洗，杀了无数自己人，把苏联搞糟了。
这件事把毛吓得不轻。毛看到的不是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这么简单，他看到的是一件更可怕的事：一个共产党打下的江山可以被下一代的共产党人自己从里面推翻，不用老百姓造反，不用外国入侵，共产党自己就能干掉共产党。毛心里一个声音冒出来：中国以后会不会也出一个赫鲁晓夫？这个担心后来变成了毛的一句名言。1966年5月对党内讲话：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，我怕的不是外面的敌人，我怕的是我身边的人，就是下一个赫鲁晓夫。等我一死，他就要把我这套全翻过来。毛指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谁？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。刘少奇是谁？是毛自己一手提拔的接班人，1945年就被定成毛之后的第2号人物，做了国家主席。但毛越到晚年越看刘少奇不顺眼，觉得这个人太温和，太讲规矩，太想搞生产搞建设，不再搞阶级斗争。毛心里判定这个人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，所以毛做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决定：与其等自己死后被人翻案，不如自己活着的时候把可能翻案的人全部干掉。但光干掉一个刘少奇不够，毛想的是更深一层：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会不会都出赫鲁晓夫？毛觉得会，他甚至有一个判断。毛原话：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，过7、8年又来一次。大白话就是每隔7、8年就得从上到下大乱一次，把党内那些变质的人全部揪出来，把党重新洗一遍。这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思路。共产党要想不死，不能靠老百姓监督，得靠自己不停地革自己的命。每隔几年就把党内的坏人、变质的人、走资派、当权派全部打倒一批，让党永远保持干净，永远保持斗志，永远保持打江山时候那股劲。党内学者后来给这套东西起了个名字，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。名字太长听不懂没关系，你简要这么理解。你想象一个班级，班长是毛，一般班长最怕什么？怕班里乱。但毛这个班长反过来，他最怕班里太安静太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一个规律：班干部一旦坐稳了，就开始偷懒，开始摆架子，开始欺负同学，开始互相包庇。时间一长，整个班干部团体就烂了。那怎么办？毛想出一招，每隔一段时间自己带头把班干部整一遍，把那些变懒了的、变坏了的、开始享受了的挑出来，当着全班的面批斗、撤职、换人。这样一来，剩下的班干部天天提心吊胆，不敢偷懒，不敢搞小圈子，整个班永远像刚开学那样紧张有干劲。最重要的是，没人敢挑战他班长的位置，因为谁冒头，谁就是下一个被整的。所以在毛的逻辑里，班级稳定等于班干部舒服，等于开始烂，等于早晚完蛋；班级不稳定等于班干部天天害怕，等于不敢烂，等于他的位置最牢固。毛为了展示自己这套方案的成果，1970年跟一个美国记者斯诺聊天的时候讲过自己的状态。他说他是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。大白话就是我这个人啊，既没有头发，头上也没有天，没有法律管我，也没有老天爷管我，因为我就是天。这8个字基本上就是毛晚年的真实状态。想打倒谁就打倒谁，想发动什么运动就发动什么运动，想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就搞成什么样。因为在毛看来，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永远活着。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共活下去的方法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，毛这个方法跟1945年他在窑洞里讲的那一套几乎是反着的，也就是民主的死对头。专制绝不是他所说的民主的另一种形式，哪怕毛自己坚定的这样认为。窑洞里讲的是让老百姓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，才能确保为人民服务。晚年搞的是老百姓管不了，党自己监督自己，没事就大乱一次，把那些不认真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清洗掉。不知道当时毛有没有想过清洗自己？要是自己不作为，甚至作恶，谁来清洗他？一个是民主，一个是无法无天的独裁专制。中国在毛泽东无法无天的独裁统治下走过了几十年，然后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。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，老百姓穷得叮当响，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，几代人不但教育被耽误，脑子里还留着文革的遗毒、斗争哲学、告密文化、打砸抢的戾气，动不动给人扣帽子的思维方式。红卫兵那几年把一代人的价值观带偏了，不讲道理，只讲立场，
不信斯文，只信拳头，这些东西渗进骨头里，几十年都刮不干净。这时候，邓小平看着毛留下的这一切，心里冒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判断：毛这套路子不是让共产党千秋万代，毛这套路子是让共产党早死。邓小平为什么会这么看？毛1976年9月去世，1年之后，1977年7月，邓小平第3次复出。这一年，邓73岁，一个73岁的老头子回到北京，坐下来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干什么，而是先想明白一件事：共产党这艘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态？他想了很久，想的不是经济，不是外交，不是哪个人该用不该用，他想的是更深一层的东西。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，把党内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1980年8月18日，邓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讲话，这个讲话后来被整理成一篇文章，收进邓小平文选，叫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。党内的人习惯叫他818讲话。这篇讲话是邓给此时中共开的病理诊断书。他在讲话里说，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，但是组织制度、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。这些方面的制度好，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；制度不好，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会走向反面。大白话就是，过去这几十年出的那些大事，大跃进20几千万，文革搞成那样，很多人怪某个领导人脾气不好，想法偏激。邓说，你们想错了，问题不在某个人，问题出在这套制度本身。制度好，坏人想使坏也使不出来；制度不好，好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会变成坏人。而某个人、某个领导隐喻的就是毛泽东。这句话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共产党从建党开始一直讲的都是路线错了，思想错了，某个人错了，从来没有人敢说制度错了。邓是第一个敢在党内首次公开说的人。在同一个讲话里，他接下来的话讲得更狠。他说，共产党这套制度有一个根本毛病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，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，必然要犯各种错误。大白话就是，一个党一个国家说了算的人太少，底下干活的人连个屁都决定不了，也就是权力不能下放。那几个说了算的人，一个人扛一国的事，扛不动就出事，这种国家不犯错才怪。邓接着说，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，毛泽东同志说过，这样的事件在英、法、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。大白话就是，斯大林在苏联搞大清洗，杀无数自己人，毛自己都讲过，这种事在英国、法国、美国这种国家不可能发生。这句话是邓建毛的嘴把整个制度的病根点出来了。你听出来没有？英美法这些国家为什么不会出斯大林，不会出文革，不会出大跃进？因为他们有制度管着当官的，而共产党这套没有。然后邓说了整篇讲话里最重的一句来了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和长期性。这种制度问题不解决，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。大白话就是，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，这个国家永远不得安生。今天解决一个毛泽东，明天还会出一个毛泽东；今天结束一个文革，明天还会来一个文革。这就是邓的判断。讲到这里你就明白了，毛想让共产党千秋万代，靠的是每隔7、8年大乱一次，不断强调人搞人，用斗争来清洗党内不为人民服务的人。而邓看到的是，每大乱一次，共产党就离死近一步，因为这套大乱的办法靠的是一个说了算的人，只要这个人一犯糊涂，一走偏，一发疯，整个国家就跟着倒霉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个人无法无天，党内没有人能清洗他。毛赶走蒋介石靠的是这套，一个人说了算，大家跟着干。毛20几千万人也是这套，一个人说了算，大家不敢拦。毛发动文革还是这套，一个人说了算，整个国家跟着疯。所以邓小平认为，如果中共之后继续坚持毛的这套，肯定死路一条，但是全盘否定毛也不行。毛是共产党的招牌，是打江山那个神话的主角，把毛推倒，等于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一起推倒。苏联后来就是这么散架的。1956年，赫鲁晓夫那一刀把斯大林的神像砍碎了，那只是开始。80年代末，戈尔巴乔夫又补了一刀，把苏共几十年的烂事全翻出来晒。这下不光斯大林的神像碎了，整个苏共的招牌都跟着碎了。招牌一碎，人心就散了。1991年，苏联说没就没了，
一个超级大国没打一场仗，自己从里面塌了。邓亲眼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门儿清。苏联不是被美国打垮的，是被自己人从内部拆的。第一刀是赫鲁晓夫，第二刀是戈尔巴乔夫。所以毛的像绝对不能摘，一摘中国就是下一个苏联。既然不能全盘继承毛，也不能全盘否定毛，这条路怎么走？他后来在采访中定了调。1980年，邓接受了一个意大利女记者的采访，这个记者叫奥林埃娜·法拉奇，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访谈记者，专门问领导人最尖锐的问题。法拉奇上来就问邓，毛主席像是不是应该永远挂在天安门上？邓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回答，永远要保留下去。法拉奇接着问，那他的错误呢？邓回答，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，错误是第二位的。我们要对毛主席一分为二，功绩是主要的，错误是次要的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毛泽东功过7三开，7分功3分过。但你注意听邓接下来说的话，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。大白话就是我不会全盘否定毛。所以邓选了一条中间路，留着毛的像，但不走毛的路，留着毛的名字，但改掉毛的制度，绝对不能让毛的那套灾难重演。于是从1978年到1992年，邓用14年的时间给中共开了3味药。你仔细看这3味药，每一味都是针对毛那套路子的毛病来开的。第一味药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。毛那套路子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一个人说了算，而且这个人可以一直说到死。毛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真正掌权，到1976年去世，说了算整整41年。41年里，他越老越偏，越老越糊涂。大跃进是他老年搞的，文革也是他老年搞的，但没人能换他，因为他是终身制。邓在1980年的818讲话里把这件事点明了。他说，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来说，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、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、家长制现象、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。大白话就是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大毛病，说白了就4条：当官的摆架子，权力全在一个人手里，一把手像老家长，一个人说了算，当官的干到死不下来。注意最后一条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，这是邓开的第一味药。1982年，在邓的推动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写入，国家主席、总理、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，每届5年，也就是说最多干10年，必须下来。这件事有多大？你要知道，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82年60年里，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干到死的。陈独秀是被赶走的，瞿秋白被杀，王明去苏联，张闻天被清洗，毛泽东干到死，从来没有一个领导人是到点下台的。邓要打破的就是这种不主动下台的终身制，所以邓以身作则，自己带头做给党内人看。1989年，邓85岁，辞去中央军委主席，这是他当时唯一的正式职务。他把最后一顶帽子摘了，彻底退了下来。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。一个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的人，活着的时候自己主动交了权。邓用这件事告诉所有人，以我的威望和资历以及实力，到点主动下台。后来人还有哪个最高领导人敢胡来？这样一来，第一味药成了，于是再开出第二味药，不搞阶级斗争，专心搞经济。毛那套路子的第二个毛病是什么？没事就搞运动，搞斗争，搞7、8年，再来一次。今天搞反右，明天搞大跃进，后天搞文革，国家永远不得消停。毛觉得只有不停的斗，共产党才能保持革命性。但邓看到的是，国家都被斗散架了，老百姓都要饿死了，还斗什么斗？邓给共产党开的第二味药就是别斗了，搞钱要紧。1978年11届3中全会上，邓讲了一句话，把整个党的方向扭了过来，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。大白话就是从今天起，全党不搞运动了，不搞斗争了，全部把心思放在怎么把国家搞富上。这句话看起来平淡，但你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共产党开口闭口都是阶级斗争为纲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是毛亲自定下来的，写进了党章的。邓一句话把毛这条路给拆了。后来邓又讲了一句更狠的话，成了改革开放的标语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大白话就是什么主义不主义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真理。所谓主义这2个字，共产党从延安时代讲到文革，讲了几十年，
什么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无产阶级专政，老百姓听都听不懂，但必须天天喊。邓一句发展才是硬道理，把主义这2个字的地位直接降下来了。以后主义归主义，饭还得先让老百姓吃上，还得吃好。邓还讲过一句更早的话，不断强调中共以后的发展方向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，少干一些折腾党内和老百姓的事。后来也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招牌，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大白话就是，别管中国是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，能让老百姓富起来的就是好主义。这句话在1962年讲的时候，差点让他被毛打倒。现在他把这句话搬出来，变成了整个国家的政策。邓接着干了一件更大的事，开放。1980年，他批准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搞经济特区，就是在这几个地方允许外国人来投资，允许搞市场经济，允许按资本主义那一套玩法。党内老人反对，这不是走资本主义吗？邓回应道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。大白话就是，老百姓穷得叮当响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社会主义。几十年后，结果摆在那里，深圳从一个边陲小城变成中国最富活力的城市，人均 GDP 超过了北京、上海。第2味药也成了，接着开出第3味药，不争论，摸着石头过河。毛那套路子的第3个毛病，什么事都要先问这是姓社还是姓资，是社会主义的就能干，是资本主义的就不能干。这套东西把整个国家的手脚都捆死了。邓的办法很简单，不争论。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，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，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，干一争论就复杂了，把时间都争掉了，什么也干不成。大白话就是，别吵了，管他什么主义，先干起来再说，干对了继续干，干错了再改。邓为此还讲过一句老话，摸着石头过河。大白话就是，我也不知道对面是什么样，一步一步摸着往前走，摸错了就退回来，再换一块石头。这句话跟毛的风格完全相反。毛那套是，我想好了一个完美的未来，全国按我的设计搞，结果搞出大跃进、文革，并且事后从不深刻反思、修正错误。邓这套是，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样，但我知道现在这样不行，先干起来，错了再改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治国哲学。毛是设计师，要按蓝图造一个理想国；邓是工匠，边干边改，干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立马改，不断朝着理想国前进。于是按照邓的执行方针，第3味药也成了。你把这3味药放在一起看，第1味终身制没了，一个人说了算的时间被限制住了。第2味阶级斗争没了，没事折腾老百姓的借口被拿掉了。第3味不争论了，意识形态的枷锁被松开了。这3味药下去，共产党的老毛病一个人说了算，没事找事折腾，什么都要讲主义，都被邓按住了。1978年的时候，中国人均 GDP 是156美元，比非洲很多国家还穷。1997年邓去世的时候，中国人均 GDP 是774美元，涨了差不多5倍。到今天，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从这个数字看，邓这3味药救活了共产党。但是你要特别注意这个但是，邓救共产党救的是活下去，但他救不了永远活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，邓没动，而且他不是忘了动，是根本不敢动。那个没动的死穴，党的领导不能碰。邓1979年3月在一个党内会议上讲了一段话，后来被称为4项基本原则。他说，第一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；第二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；第三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；第四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大白话就是，改革可以，搞钱可以，开放可以，但4件事不能动：一，这个国家必须是社会主义；二，必须是工人阶级，工人说了算；三，必须是共产党领导；四，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的招牌必须挂着。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中国合法性的根本。说白了，就是共产党告诉中国人，为什么是中共统治中国，而不是其他党派或者其他人。看到没有？这4条里最关键的是第3条，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邓改了经济，改了人事制度，改了意识形态，但是他没有改谁来管共产党这件事。说白了，就是共产党管老百姓可以被改革，但谁来管共产党，邓不敢碰。1945年，毛在窑洞里给出的答案是，老百姓毛坐上江山以后，自己把这个答案撕了，
邓改了毛那么多东西，但这一条他也没改回去。老百姓监督共产党，邓说不行；西方那套多党选举，邓说不行；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，邓说不行。这就是邓留下的死穴。1989年，这个死穴第一次被撞破。1989年春天，北京的大学生上街了，他们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反腐败，要民主，要新闻自由。说白了，他们要的就是1945年毛在窑洞里答应过但从来没兑现的那一套，让老百姓监督政府。邓当时85岁，他面对这场运动的时候，心里很清楚，这是一场针对共产党领导的挑战。如果让步，4项基本原则第3条就破了，共产党管老百姓这件事就开始松动了。邓做了一个决定，戒严，动坦克和军队，然后开火，血腥镇压。这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事件。这件事之后，邓在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，讲了一段话：这场风波迟早要来，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，是一定要来的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，实际上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。要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。现在问题不是反右的问题，而是反左的问题。大白话就是这事儿早晚得来，国际上风往这边吹，国内的环境也到这一步了，挡不住的。但党的领导这一条绝对不能丢。这一天，邓自己亲手证明了一件事，他开的那3味药有一个上限，这个上限就是共产党本身。只要挑战到了党的领导，邓所有的开明、改革、开放全部停下来。因为对邓来说，改共产党是为了让他活下去，不是为了让他死。所以邓开的药方到底是什么？讲到这里你就明白了，邓不是在治病，邓是在续命。他给共产党开的这3味药，终身制、阶级斗争、意识形态，治的是毛留下的旧病。但共产党最根本的那个毛病，权力不受老百姓监督，邓没治，也不敢治，因为治了，共产党就会下台。所以邓做的是，打一个比方你就懂，一个人得了4种病，感冒、咳嗽、肠胃炎，还有一个绝症。邓是个好医生，他把前3种病都治好了，病人活了下来，看起来红光满面，还能跑能跳。但那个绝症邓没治，不是不想治，是治不了，一治了病人就得死。所以邓能做的只是让这个病人在药效还在的时候尽量多活几年。因此邓对自己的这套药效心里比谁都清楚。1992年邓88岁了，最后一次南下深圳，那是他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公开讲话。他在讲话里留下了一句话，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，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的制度。大白话就是，我这套东西还不成熟，还不定型，还得再过30年才能看出来到底行不行。邓把药方开到这里，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。1997年2月19日，邓小平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2岁。他留下的这3味药支撑了共产党40年，但他留下的那个死穴也一直在那里，等着后人怎么处理。只要后人把这3味药里任何一味停了，旧病就会一个接一个回来。那么后人停了没有呢？我们一件一件来看。先看第1味药，领导人到点必须下来。邓当年推动这一条推得有多辛苦，你回头看看就知道。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82年60年里，没有一个领导人是到点下台的。邓硬是把这条规矩立起来了。1982年，这条规矩写进了中国的宪法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国家主席连续干不能超过2届，每届5年，也就是最多10年。从那以后，这条规矩真的在按照邓定的规矩走。江泽民干了2届，到点交班交给了胡锦涛，胡锦涛也干了2届，到点交班交给了习近平。邓在地下应该是欣慰的，我那味药他们还在吃。但是让邓没想到的是，2018年3月11日，一件事情发生了。这一天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了一场会，通过了一个修宪案，把宪法里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这一条删掉了。从这一天起，领导人可以一直干下去，没有时间上限。邓当年立的这条规矩，在2018年这一天被习近平亲手拿掉了。按照邓定下来的规矩，本来事情应该是这样走的：习近平2012年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，2013年当上国家主席，2届10年，按规矩他应该在2022年交出总书记，
2023年交出国家主席，把位置让给下一个人。这是邓留下的最重要的一条规矩，到点必须下来。但事情没这么走。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，2022年习近平连任第3届总书记，2023年又连任第3届国家主席，邓定的2届10年到这里被彻底打破了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就明白了。邓1992年南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，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的制度。往后推30年，正好是2022年。邓1992年盼着30年后中国能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，2022年他盼来的是自己定的规矩被拆掉，这就是习近平开的历史倒车，重回毛时代。再看第2位要，不搞运动，专心搞钱。邓当年的意思是，别老折腾老百姓，也别老折腾民营企业家，大家安安心心搞钱过日子。这一条从1978年一直走到2012年左右，走了30多年。这30多年里，民营企业起来了，老百姓富起来了，中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但是大概从2013年开始，风向慢慢变了，斗争这2个字又回来了。你注意听这几年的新闻大会小会上，官方的用词里斗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。斗争这个词是什么出身？是毛那个时代的词。邓在的时候，这个词基本上消失了几十年，现在回来了。然后是对民营企业的态度。2020年起，一系列大动作，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，教培行业一夜之间消失，房地产强力管控，互联网平台遭受重罚。最有名的几个民营企业家，马云从公开场合消失了好几年，其他几位大佬陆续低调隐退，还冒出了一个说法，叫民营经济退场论，说白了就是民营企业完成任务了，可以退下去了。官方虽然否定了这个说法，但企业家们心里是慌的。这时候又提出了一个新口号，共同富裕。官方的解释是让大家都富起来，但很多民营企业家和有钱人理解的是该交的钱要交，该分的要分。邓当年那一套，不管黑猫白猫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现在被习近平这一套全反过来了。最后看第3位要，不争论，摸着石头过河。邓当年的意思是，别整天讲主义，先把事情做起来，就是务实不务虚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这一条从2013年起也在一点点往回收。思想统一回来了，各行各业开会，第一件事是学领导讲话，中小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公司都要学。学什么？学一个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东西。这套东西进了教材，进了课堂，进了所有人的头脑。核心这个词回来了。1980年代，邓当年说的是集体领导，没有个人崇拜。2016年开始，党内有了核心的说法，就是所有人都围着一个人转，就是围着习核心转。2021年，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，通过了一份叫历史决议的文件。共产党成立100年，一共只出过3份这种级别的文件。第一份是毛主席时代的，第2份是邓小平时代的，第3份就是这一份。里面提出了一个新说法，叫2个确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确立一个人在全党的核心地位，确立他的思想在党里的指导地位。邓当年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是一个人说了算。他推动的集体领导就是防这件事。这件事慢慢也在松动。最要命的是最后那个死穴，党的领导。党的领导被写进了各行各业，公司要有党委，学校要有党组织，律师事务所要有党支部，甚至外资企业也被要求设党组织。过去这些地方虽然有，但不怎么管事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要全面领导。民间有一句话概括这件事，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。这句话是现在党的正式说法，意思是所有人、所有地方、所有领域，共产党都说了算。所以我们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，邓当年推的到点下台，2018年取消了。邓当年推的不搞斗争，搞经济，斗争2个字回来了，民营企业在退场。邓当年推的不争论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思想统一回来了，核心回来了，历史决议回来了。邓当年没敢碰的党的领导，从不怎么管事变成了管一切。你听完这些，可能心里有个感觉，
这些事跟邓当年那套是反着来的，跟隋的那一套是对着的，是毛的那一套。邓最怕的那些毛病，在习近平手上一件一件都回来了。换句话说，按照邓当年的判断，继续搞毛那一套，共产党离死就不远了。那么习近平今天走的这条路，就是把中共往死路上带，只不过这条路走的还不算快，邓那几十年改革开放攒下的家底太厚了，给习近平留了一大笔可以挥霍的本钱。所以哪怕他一味药地停掉，哪怕死穴一步一步的碰，这个党短期内还塌不下来，他还能靠邓留下的老本让习近平再折腾几年。但老本总有花完的一天，邓的逻辑摆在那里，药停一味，旧病回一种，药全停了，旧病全回来。习近平把3味药基本停的差不多了，那个死穴他也亲手碰了，等老本花完那一天会发生什么？邓在1997年闭眼之前大概也想过这一天。讲到这里，今天这期视频本来可以收尾了，但还差最后一个问题。每一个认真看到这里的人心里都会冒出来这个问题，邓的那3味药后人停了，我们看到了旧病一个接一个回来，但假设后人没停药呢？假设习近平老老实实接着吃邓开的那副药，中共能不能真的做到千秋万代？这个问题必须回答，不回答这期视频我总感觉不完整。按邓的方案走，中共确实能多活很久，可能50年，可能100年，但是还是做不到千秋万代，最终还是会死。为什么？邓动了什么？他只动了最上面那几十个人。你仔细想一下，邓改的是什么？任期制管的是谁？管的是国家主席、总理、总书记这几个人。集体领导管的是谁？管的是政治局那几个人。不搞运动调整的是谁？是最高层怎么治国的大方向。这几样东西合起来，邓改动的是共产党这个庞大组织最上面的那几十个人。最上面那几十个人的游戏规则被邓改得漂漂亮亮的。但是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？它是一个有9800万党员、几百万大小官员、几千万公务员，管着14亿人的巨无霸。邓修的那几样东西只是这个金字塔最顶尖的那一小块，中间那几百万层官员呢？下面那几千万个基层呢？邓几乎没碰。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，想象一个100层的高楼，这栋楼有问题，邓是一个很聪明的物业经理，他来了以后干了一件事，他把最顶上那一层楼顶总控室装修得漂漂亮亮，设备全换成新的，人员管理井井有条，楼顶那一层管理水平世界一流。但是中间和下面那99层呢？电线还老化，水管还渗水，白蚁还在啃墙，垃圾还在堆，电梯还在坏。邓说没事，楼顶好就行，楼顶会管好下面的。问题是楼顶怎么管下面？邓的方法是靠一级一级往下传话，楼顶下指令给99层，99层下指令给98层，一级一级传到1层。但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98层的人会少报点坏消息，怕楼顶觉得自己没干好；50层的人会把电线老化的问题藏起来，不然自己要挨骂。到了10层，真正的问题已经被过滤的差不多了，楼顶收到的报告一切正常，但楼本身一天一天在烂，这就是邓方案最大的问题。邓只修了最高层几个人之间的游戏规则，但是几百万层官员怎么不腐败？老百姓怎么监督官员？出了问题怎么及时发现？这些邓没有动，不是邓没想到，邓自己在1980年818讲话里把这些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过。邓小平原话：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、滥用权力、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、好摆门面、好说空话、思想僵化、墨守成规、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、办事拖拉、不讲效率、不负责任、不守信用、公文旅行、互相推诿。大白话就是各级官员摆架子、滥用权力，不跟老百姓接触，净说空话，脑子僵化，办事拖拖拉拉，出了事互相推诿，每一条都是病。邓自己一口气列了20条，他看得比谁都清楚。那为什么邓没治？因为治这些病只有一种办法，让老百姓有权监督官员，而让老百姓监督这一条，正是邓自己不敢动的那个死穴。4项基本原则第3条，党的领导不能动。你一旦让老百姓真的监督官员，就意味着老百姓有权决定官员去留，老百姓有权决定官员去留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开始松动。所以邓只能退回去，
靠党自己监督自己，就像那栋100层楼的物业经理只能靠一级一级传话。但是靠自己监督自己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。习近平也是这个思路，他上台后不断提一个核心口号：全面从严治党。什么意思？大白话就是党的问题党自己来管，党自己管不了的事加大力度自己管。围绕这个口号，他搞了一整套中央巡视组、纪委改革、8项规定、终身追责、党内监督条例，听起来花样很多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还是邓那个老办法，党自己监督自己。只不过邓那时候是温和的自己监督自己，习近平是严厉的自己监督自己，力度不一样，工具是同一个工具。那党自己监督自己，大白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贪官去查贪官，让父亲去监督儿子别贪污，让自己去监督自己别犯错。你想想这画面荒不荒诞？负责查的人他自己也是官员，也有家人，也有圈子，也要往上爬。今天他查的人可能是他明天要巴结的人，今天他放过的人可能是他后天的靠山。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，谁也不会真的把锅砸了。最关键的是整个过程老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，查谁不查谁，怎么查，查到什么程度，全是党内自己说了算，老百姓只能在新闻里看个热闹。这就是自己监督自己的死循环。习近平用的还是邓的工具，撞的还是邓撞过的那堵墙。邓自己当时也看到了这个天花板。1992年，邓88岁南巡深圳，在讲话里留下了一句极其冰冷的话：中国要出问题，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。大白话就是，这个国家以后要出大事，肯定是从共产党自己内部烂起的。你听这句话，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。邓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外国人能把共产党搞垮，不是老百姓造反能把共产党搞垮，是共产党自己的官僚，从基层到中层到高层，会自己把这个党从内部烂掉。而邓对这件事束手无策。为什么束手无策？因为这是一个死结。你看这个逻辑，要治官员腐败，必须让老百姓监督，要让老百姓监督，必须放开言论，放开选举，放开法律，一放开就会动摇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，一动摇死穴破了，所以不能放开，老百姓不能监督，老百姓不能监督，官员腐败管不了，官员腐败管不了，党从内部烂掉，你绕一圈回到了起点。这就是一个死结。邓是个极其务实的人，他看到了这个死结，也知道自己解不开这个死结，他能做的只是把这个结系得紧一点，牢固一点，靠任期制让最高层不至于失控，靠经济发展让老百姓暂时不太在意这个结，靠不争论让党内人也不去碰这个结。结还在，只是暂时不破，但任何结都有解开的那一天。邓的方案本质上是在跟时间赛跑，只要经济一直在增长，老百姓手里的钱一年比一年多，老百姓就能暂时容忍官员的各种毛病。只要党内大方向没出大错，官员腐败就算讨厌也还在老百姓的忍耐范围内。只要外部世界相对平静，不出大的冲击，党就能安稳的一直往前走。但这3条里任何一条破了，这个结就会松，3条都破的那一天，结就解了。邓1993年自己讲过这一天会怎么来。邓89岁，退休在家，有一次跟弟弟邓肯聊天，讲过一段话，收在《邓小平年谱》里，书里面是这么记录的：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，多数人没有，这样发展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出问题，分配不公会导致2极分化。到那一天，老百姓发现官员比自己有钱太多，子女去外国太容易，特权遍地都是，上升通道关闭。老百姓一旦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，前面那个经济发展换信任的交换就崩了。这是邓自己在1993年就看到的事。邓没留下答案，因为答案只有一个，让老百姓监督官员，而这条路邓不敢走。所以假如后人一直吃邓的药，中共能不能千秋万代？答案很清楚，不能。邓的药只修了金字塔的塔尖，塔尖修得再好，塔升塔基的腐烂一天一天在加深，塔尖看起来稳稳的，实际上下面已经空了。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是早晚的问题。这就是中国无数专制王朝逃避不了的历史宿命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回到1945年那个窑洞。那一年，黄炎培问毛泽东，共产党要是将来做了江山，怎么避免中国专制王朝几千年的周期率？这个宿命共产党逃得掉吗？毛的回答是，
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，这条新路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；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毛当年答得漂亮，但后来自己又把这条路堵死了。但你回过头看这段对话，黄炎培问的从来不只是中国的问题，毛回答的也从来不只是共产党的问题，这是全人类的问题。人自从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是贪婪而又自私的，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。当一个人拥有了绝对权力，又没有任何东西能约束他，没有人能做到公平正义。不信，大家可以偷偷问问自己的内心，如果是你，你能做到吗？